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《无法抗拒的爱》第14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 Kim 自从头部受伤后，身体就一直不舒服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一直强撑着没去医院。T 哥被人举报和赌博网站有关，他怀疑是小刀干的，小刀也很苦恼，他藏起来的枪不见了。原来帕克在让他办假结婚证时偷偷拿走了枪，穆克则感觉到频繁恶心干呕，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原来她怀孕了。回到本章，福恩作为最好事的姐妹，确定穆克怀孕后说什么也要拉着她将这件事告诉给 Kim。 穆克则坚持让福恩不要说出去，他可不想成为帕克抑郁症加重的推手。正当两人争吵时，当事人 Kim 路过这里，见两人争论不停，他问起原因，穆克顿时如临大敌，谎称公司出了点问题，之后赶紧拉着想要说出真相的福恩离开，留下一头雾水的 Kim。 福恩对穆克的举动很生气，大骂穆克只能当个烂好人，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。老话说得好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虽然福恩嘴上在骂穆克，其实也是在为他着想，不过穆克明显没有领他的情，反而数落起福恩，说他是个没心没肺的人，所以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把福恩气坏了。他决定不再管穆克的事，两人不欢而散。 Kim 见状不对，想要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隐隐猜出两人是为了他而争吵。还没等穆克开口，帕克也登场了。穆克还想解释，但是帕克却没心情听，他看到穆克和 Kim 在一起就不舒服。穆克担心出什么意外，连忙去追他。 Kim 也想上前，结果头疼阻止了他的脚步。穆克赶到帕克身边时，发现帕克已经想不开了。帕克装疯卖傻，把穆克吓得不轻。见穆克正感到愧疚，他趁机暗示穆克他和 Kim 已经有孩子了。福恩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穆克确实是一个铁打的烂好人。他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虽然五雷轰顶，但还是稳定情绪，选择先安抚帕克的情绪，称自己不会再插手他和 Kim 的生活。帕克见效果已经到了，半推半就的不再挣扎，两个女人相拥而泣，真正伤心的却只有一位。当 Kim 调整好状态赶来时，两人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穆克为了兑现承诺先行离开， Kim 却不明白穆克为什么躲着他。帕克眼瞅着 Kim 跟着穆克离开，正要生气时接到了福恩的信息，他瞬间愣住了，没想到连怀孕穆克都比他早了一步。 Kim 好不容易追上穆克，头又在这时候痛了起来，他强撑着质问穆克为什么要躲着他，穆克却因为帕克的事想要和 Kim 一刀两断。 Kim 则耍起无赖，称自己在送 T 哥入狱前会一直缠着穆克。穆克误以为 Kim 是为了报复 T 哥，所以才一直在他身边，这让他伤心无比。 Kim 精神上受到伤害，肉体上也没好到哪去。医生告诉他，上次被砸到头落下了后遗症， Kim 很可能会因此失明。命运似乎在这一天给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。之后他回到公司时，发现穆克也是真的生气了，他铁了心要辞职，还称自己会卖掉所有的股份。看着穆克头也不回的离开， Kim 只感觉到身心疲惫。另一边，小楚因为姐姐视频的事对福恩纠缠不放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小楚表面上和福恩针锋相对，其实这就是他表现好感的一种方式。为了今天和福恩在一起，他推掉了所有的工作。没想他来的不巧，福恩因为和穆克闹翻了，正在气头上。不过福恩突然想起小楚是个律师，于是帮穆克问道，假如他怀了一个已婚男人的孩子，那么按法律来说，这是谁的错？没想到小楚却误以为是福恩的亲身经历，福恩彻底没了脾气，推开小楚驾车离开。之后他来见帕克，帕克因为穆克怀孕的事心神不宁，福恩可不怕帕克装出的抑郁症，对着帕克就是一顿冷嘲热讽，称穆克怀的就是 Kim 的孩子，这把帕克气得不轻。见福恩蹬鼻子上脸，他直接将其赶了出去。小楚回到办公室后，接到了赌场老板的电话，赌场老板坦白了自己就是线上赌博的幕后黑手。他想请小楚作为他的辩证律师，小楚自然没有答应。他听着赌场老板的名字，想起 Kim 曾经似乎救过这个人一命。而此时的 Kim 在去穆克家的路上，看到小刀竟然找上了穆克。原来小刀想要弄清那把枪到底落入谁的手中，所以才来找穆克询问。不过穆克以不方便为由拒绝了小刀金无细说的请求。当然小刀也不是毫无所获，他根据穆克的反应，怀疑是帕克偷拿了那把枪。之后他打道回府，不过他仍然非常焦虑，如果 T 哥知道他没枪了，很有可能撕破脸皮对他动手，怕什么拦什么。T 哥给他打来电话，约他出来见面。
虽说知道这是个鸿门宴，但小刀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很快，小刀就在一个赌场见到了 T 哥。原来 T 哥又输了赌局，而且身上也没带够钱，所以想让小刀出卖美色来陪大哥们。小刀见此瞬间怒火攻心，见 T 哥硬拉着他要他卖身，他掏出包里的刀，一边虚张声势，一边后撤逃跑。见小刀跑路， T 哥借口去找他也想开溜，大哥们却不愿意了。钱没到手，女人还跑了，他们对着 T 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上演了一波黑吃黑的解气戏码。果然对付 T 哥这种人，就要比他更狠才行。另一边，得到穆克怀孕消息的帕克自然没打算坐以待毙，他想出一招，将那把枪的事栽赃到穆克头上，称穆克有可能已经拿到枪了，不过没对 Kim 说实话。Kim 被他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有点被说动了。穆克还不知道帕克又在使坏，此时的他看着和 Kim 一起的合照，想起两人之前甜蜜的时光，一起商量未来孩子的事情。现在她确实怀孕了，不过就剩她自己。正当穆克准备看书时， Kim 没打招呼就闯了进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还没等他训斥 Kim， 又感觉到一阵恶心。Kim 见此猜到真相，穆克是怀孕了。穆克自然给予了否定回答，他谎称自己得了胃病，想赶 Kim 出去。Kim 不肯，他自顾自地照顾起不舒服的穆克。结果正准备去柜台拿纸时，却在里面发现了那把枪。没错，就是帕克偷偷放进去的。穆克也惊呆了，可惜他有苦说不出。Kim 看到这把枪后，已经相信了帕克的鬼话。他大骂了穆克一通后，准备拿着枪离开，没想到头偏偏在这时候痛了起来，之后更是当场晕倒在地上。穆克见此，连忙将其送到急诊室。帕克闻讯赶来，上来就给了穆克一巴掌。他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他就是想要借此发泄对穆克的不满。穆克什么都没说，帕克就像知道 Kim 发现了枪一样。这让一向傻白甜的穆克发现了不对劲，他偷偷将小楚叫到一边，将那把枪交给小楚，嘱咐他将这把枪送给检察局进行检验。如果真的是 T 哥干的，他会亲手送 T 哥进监狱。穆克交代完小楚后回到医院，结果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。医生经过检查后，确定 Kim 被打伤后眼部连带受伤，已经离失明不远了。医生现在对 Kim 进行眼部手术，不过需要 Kim 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。帕克并不是真的和 Kim 结婚了，自然不算他的家属，而他唯一的家属姐姐却早已去世。心碎的穆克来到 Kim 的病房，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在得知 Kim 很有可能失明的时候，穆克这才意识到这个男人对他有多重要。他爸对 T 哥很不满，这几天 T 哥一直没来上班，而且会议还因为他一拖再拖。这时阿芬经过这里，帕爸拉住他打听 T 哥最近的消息，见阿芬也不清楚，帕爸火冒三丈，他吩咐秘书等 T 哥上班后让他来见自己。回到穆克这边，他还在照看 Kim， 这时帕克和医生走了过来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帕克首先不是关心 Kim， 而是来排挤穆克。他为了赶穆克离开，讽刺穆克即使待在这里也不会对 Kim 的病情有任何帮助，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Kim 真正需要的人是他，这一副嘴脸丝毫看不出得了抑郁症。穆克听此正准备黯然离开时， Kim 醒了过来。让他崩溃的是，他的眼睛彻底看不见了。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心中还挂念着枪的事。帕克见状，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，怒斥穆克。Kim 之所以变成这样，都是他害的。穆克百口莫辩，最爱之人的猜疑让他痛苦万分地离开了病房。等穆克走后，帕克继续演戏，劝 Kim 也该放手了。穆克已经伤害他很多次了，而 Kim 任他摆布，像个木头人一般。福恩也赶来了医院，他是经典的刀子嘴豆腐心。虽说两人才发生过争吵不久，但是福恩还是没忍住关心起了穆克。他有一点没说错，穆克确实是个老好人，他不是因为受到冤枉而落泪，而是因为 Kim 的不幸经历。另一边，小楚将枪交给了警察，请求他们进行检验，警察也答应下来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他们决定偷偷进行这个案件的调查。福恩给穆克买来了午餐，顺便问起枪的事情。穆克向他保证，他不知道这把枪为何出现在他的家。福恩突然回想起之前他偶然见到过帕克，去了穆克的家里，这句话让穆克愣住了。上次帕克来他家送名片的事情历历在目，原来姐姐的死不止这么简单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 Kim 因为视力的事情变得焦躁起来，而穆克也因此受到了伤害。帕克到底能否奸计得逞，将 Kim 从穆克身边夺走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